别停，继续往下挖，坑不够深，一会儿怎么把你们整个埋进去？可是我真的没力气了。这就是传说中能白日飞升的无上仙缘。没错，只要找到地图上的那块奇土，刨个坑，把你自个儿当萝卜埋进去，明年就能长出神仙。师傅，让15师兄种下去吧，我不想死。坑空了，你自己跳下去。你大爷啊！把人当萝卜埋进土里长神仙，这老疯子的脑干去世了吧？我这10年到底是跟着一个什么神经病在修仙啊？我操！瞎扯淡的萝卜修仙法竟然是真的！找到了，老道找了一辈子，终于找到了！赵四，去替为师推开那扇门。师傅，4等仙缘是您的，徒儿万万不敢冒犯啊！求师傅开恩，求师傅！叫你去你不去，看来你果然觊觎为师的仙缘。是我，你是个有仙缘的，去替为师把门打开，乖，千万别逼师傅动手。师傅，那衣服是2个月前逃跑的28师兄的，他没死，他比我们先到了这里。这道观外扔这衣服，是警告还是杀局？28师兄！师傅，大喜大喜啊！这真的是种仙观，您老人家马上就要退凡成仙了。大喜，那是2个月前逃跑的孽徒史28吧？他搞出这副鬼样子，又在玩什么名堂？是我，种仙观是真的，黑土褪去凡俗枷锁，化灵入土，能成仙。1228这句太粗糙，根本骗不过这老疯子。但我如果将计就计，师傅，徒儿明白了，1228这孽障，他是想自己独吞这仙缘啊！哦，说来听听。1228临死前说，种仙的仪式必须亲手剔除自身的凡俗枷锁，只有消去这一身肮脏的凡骨，将自己化作纯粹的灵体，才能被这仙土接纳，种出仙果。可惜这孽障定是受不了退凡削骨的剧痛，半途而废，这才落得个灰飞烟灭的下场。师傅啊，师傅，你当真以为为师是3岁小孩吗？真以为弄个假教官演一出削骨退凡的苦肉计就能骗老子上当？你们这些蠢货想阴我，道行还差得远呢！师傅明鉴，徒儿对天发誓，这绝对是真正的仙缘。若有半句虚言，叫我五雷轰顶，不得好死。20关3，你们快替我向师傅求求情啊！师傅，您可千万别上当。15和1228平时鬼点子就多，您忘了吗？之前有几个师兄弟想半夜逃跑，都是我悄悄去告诉您的，他们才被关老爷吃掉的。我最听师傅的话了，师傅肯定是在骗您。关3，原来一直高明的叛徒是你。这群人里除了20，全都是吃人不吐土头的鬼。不错，还是关3乖。15，你可真是个孝顺徒儿啊！明知是死地还拼命撺掇为师。15，既然这仙缘这么好，那为师就赏给你了。你现在先把你这身凡骨骨削了，给为师助兴。今夜这凡退你剥也得剥，不剥也得剥。师傅，这仙缘只能一人享，徒儿若退了凡，您可就没法成仙了。少废话，削！老东西，既然你生性多疑，那这成仙的机会我就当仁不让了。好，继续，让为师看看你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徒儿，你这剔除反骨的样子倒是有点仙气了。别停，继续削，让为师看看这出戏怎么收场。师傅放心，这成仙的滋味，徒儿马上就替您尝尽了。这处里真的有生气，
，12·8的骗局里竟然真的藏着众仙的法门，我赌赢了！生机，那黑土里竟然真的有仙气！老东西，这种仙棺是真的，你求了一辈子的仙缘被你亲手让给了我。孽畜，你敢算计为师，给我滚出来！那仙缘是我的。师傅，您别急，这肯定是石无使的障眼法，他还没完全种进去。咱们用火烧，或者让关老爷把这破教罐给吞了。障眼法，如果不是你这狗东西一直在旁边误导我说这是陷阱，老夫怎么会把仙缘让给这个孽畜？师傅，老东西，现在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就站在那儿，眼睁睁看着我成仙；第二，你现在也开始剔除反骨，看看是你消得快，还是我种得快。乖徒儿，为师绝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去吞了他！快去吞了他！师傅徒儿，师傅求求你了，快停下吧！那是为师找一辈子谋划了一辈子的仙缘啊！你不能这样，不能啊！师傅谢了，这仙缘徒儿很喜欢。还给我，把仙缘还给我呀！师傅，是你吗？你真的成仙了！他妈的，什么情况？二灵，你现在看到了什么？什么也没看到啊，就你坐在一块长方形的黑土地里，道观早就凭空消失了。我成仙了，成个屁的仙！老子变成这块破地的地缚灵了，拔都拔不出来！二灵，咱就是说仙种的像个萝卜似的，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过来，二灵，去把老东西的遗物翻一翻。他在这荒山野岭找了10年，肯定有什么线索。师傅，找到了，有一张图。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观，观里有方土，不种花，不种草，只种仙。这他妈就是乾元子封为归个性的寻仙秘诀！落款清凉观，火焰真人。师傅画风怎么看起来像是个3岁小孩瞎画的？乾元子就为了这么个玩意儿，耗了我们10年，加了20级，而且多个师兄弟。如果这种仙观是真的，那这幅极其荒诞的儿童涂鸦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恐怖的真相？如果这涂鸦真的是假的，那自己现在这副被死死锁在隐形道观里怪物怪身躯，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二灵，把老东西的剩下的东西全烧了，一点痕迹别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地图上标注，出山向东1500里，有一座唐城，去那里找这个叫青阳观的地方。我倒要看看把老子种成盆栽的到底是个什么神仙！
乖，走快点儿，前头就是唐城了。这趟买卖可不能耽搁。人手为提，人眼为同，这大业先朝，他妈的，到底是谁在吃人？这位前辈，敢问这些可是异兽？在下初入俗世，倒是未曾见过如此奇特的马。小道友面生啊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我等乃是大瑶国教幻人宗的门人。至于这些马，小道友，人为万物之灵，这天地间还有什么兽类能比人更聪明、更通人情呢？前辈的意思是，这些马全都是活人变成的？老大，这小子真是个土包子，连咱们幻人宗蚁人化兽的绝学都没听说过。小子，把活人的灵智抽去一半，再用秘法扭曲他们的血肉骨骼化作牲口，不仅干活卖力，而且极其听话。这可是唐城里那些达官贵人们最抢手的奸货。小道友莫怕，我幻人宗乃是国教，行事自然光明磊落。这些被化作五指马的，生前多是些作恶之徒，或者是牵了卖身契的穷酸秀才。譬如我胯下这头，生前是个酸腐书生，如今供我驱使，也算物尽其用。原来如此，国教手段果然夺天地之造化，在下受教了。是我，你的手，你的脸。糟糕，这土里的养分快耗尽了。二灵，去买马，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赶到青阳宫，立刻！喂，哪来的丑道上，骑着本少爷看上的五指马？识相的赶紧把马留下，否则……滚！老子赶着去救命！再废话半句，我一刀斩断你的命源！前辈，这种仙冠，这黑土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求您告诉我。50多年了，没想到还能再见到这东西，真是造化弄人呐！小道友，那种仙怪你不用找了，因为它根本不存在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这羊皮卷明明是你写的！50年前，一个满脸黑麻子、手持黑刀的恶徒杀上我青阳观，杀了我几位师伯，逼问我师父成仙之法，如果不交出来，就要屠尽全观。那时，我只是个6岁的小道童。这幅画是我随手在羊皮上瞎画的儿童涂鸦呀！师父为了保住全观的命，把这涂鸦交给了那恶徒，编造了种仙观的谎言，还骗他只要一直赤着脚走在荒野里，就能感应到仙缘。这一切只是为了把那个疯子打发走的一个谎言。假的，不存在。如果这一切都是骗局，那老子脚下这块甩不掉魂的黑土算什么？老子现在这副不死不活的样子，他妈的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带上所有的钱，骑着马滚去寻亲，老子
老子快控制不住想吞噬活人生机的冲动了！滚！吵死了，吵！滚开！吵死了！都给老子滚！滚啊！狗东西，敢在老子管辖的地盘上撒野！今天不打得你皮开肉绽，你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！好汉饶命！祖宗饶命啊！现在谁是爷？你是爷，你是活祖宗，你是爷，你是活祖宗。道爷，俺叫刘少虎，就一个镇宝，平时带点人守护一方安宁，冲撞了道爷，还请恕罪啊。至于眼前唤作菊乐镇，属绑城境内。哎，昨夜与青阳观几位仙长饮酒，倒是有些醉了。道爷，你莫要诓我了，那青阳观离此地不远，观中就一群老杂毛罢了，换我来都能一拳一个，哪里称得上什么仙长啊？哦，那我记错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先说说，那些修仙寻道之人要去哪里寻？道爷，此刻镇上就有啊，就你所言的修行之人，一共有3位，正准备去降妖呢。降妖？什么妖？这别磨叽，走。3位高人，这位李道爷也是来降妖的。那妖怪凶恶，这多个人也多份把握，不是？阁下名讳？李十五，师出何门？中仙观。没听说过。阁下，你没有师承，我们怎么知晓你有什么本事？此去，你怕是不能同行。这位李道长，你耳上挂着的可是关老爷？是，怎么？你想要？道长误会了，你既然有关老爷这种岁寿，想必有些本事。这趟降妖之旅，欢迎道长加入。岁寿？岁寿都不知道，你是哪里冒出来的野人不成？我刚出山，不知晓这些，有问题。原来个雏，你师父没给你讲这些，就让你带支关老爷出门。哦，你说家师啊？他老人家早已远游登仙，不再过问世间俗事，云游四海寻道而去。阁下莫非也想前去拜访？这位施主，如今大衙境内早就没有古籍中记载的那些灵兽，已是没有精怪，只有异物。那是你口中的大业，就是大业仙朝？是，我等皆为大业臣民，是其芸芸众生中不祥之一。总而言之，他们是一种诡异莫名、邪门可怕至极的玩意儿。其中灵智较前者，如关老爷之类，我们称呼其为岁兽；而灵智近人，甚至智慧如妖者，我们称呼为岁妖。如今这菊乐镇上，就是有一只岁妖作乱，已害了多人性命。李道长，仙之一字何其远也？反正我是不知晓的。不过世间早有传闻，大业有大秘，就算是仙，也算不了什么的。燕人宗很厉害吗？能这般以人化兽，并随意发脉？姓李的，你当真是大业的人，居然连样人宗都不知道？告诉你吧，样人宗可是大业2大国教之一，其宗主更是得国师之尊位，地位之高，早已是高坐云端，恍若神灵，俯瞰着芸芸众生。国教以人化兽的宗门，会是国教？李道长，你认识燕人宗的人不成？若和他们结识，也是机缘一份啊。几日前，我路过唐城时，在一名叫胖大海的燕人宗士手中，购得了一匹无指马。不，有此一问。姓胖，这个姓在我大居之中可是尊贵不可言啊！哼，啥好事都让你给遇上。幻人宗顾名思义，擅长幻人，以人化兽。他们手中流出来的牲口可都是些俏皮货，大把人争着抢，而且往往早就被一些大人物瓜分殆尽。闲找有往外发卖的时候，就算有，也得有那个运气遇到。唉，
可惜了。要早知道有这好事，我怎么着得前往榜城，也买上那么一匹。李道主，方才在下多有得罪，还请恕罪。不知你那马，我出3倍价钱，能否？你给钱我收着，但交不交货不确定。你耍我？非也，只是那五指马不在我这里。我觉得燕仁宗挺邪门的，如何当得起国教之称？李道长，眼光莫要浅了。样人宗虽以人化兽，不过他们用的人大多都是作奸犯科、奸淫掠夺、犯下大罪者。与其杀了，不如化作牛马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举个例子，曾有伢子拐卖婴孩，事后被幻人宗修士找到，将那伢子化作头耕牛赠与那户人家，做牛做马几10年，还时常遭受鞭打，最终活活累死。如此这般，怎称不上国教？大业国教有2，燕人宗还算好的，至于另一个，才是邪门呢，而他称作石像门。几位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早去早回，也好还这一方安宁。几位高人，这聚乐镇可就仰仗你们了。唉，如今这世道，也不知那些祟到底怎样出现的。没办法，我大爷只能下令让治下百姓尽量集结而居。毕竟若是个偏僻小村，哪怕遇上一只岁兽，都得落得个全军覆没下场。至于我等修行中人，无论宗门或是家族，同样入世而居，隐于人中。几位施主，随我来。几位施主，眼前这些就是被那碎妖害死的百姓啊，102人，在短短半月就这么稀里糊涂丧了命。哎，这世道啊，越发的难了。姓李的，你莫不是什么恶修，专门靠吞噬炼化活人血肉修行？李道长，莫不是咱们出来的急，你肚子饿了？我这里有些吃食，你看。姓李的，你当真是那杀人放火、食人失血的魔头不成？如此一来，你弑师之举，看来实属正常不过。莫要多想，我只是得了怪病，对血肉有些本能反应而已。3位，碎妖为何杀人？他们能从中获得什么好处不成？李道长，碎妖亦或是碎兽，他们究竟如何诞生的，谁也不了。除此之外，便是你不能以正常人的眼光去看待或者理解他们的行为。好比你耳垂上的关老爷，不是也喜吃人血馒头，性兄弟狠？几位，这附近的青阳观里面真的只有一群普通道士，亦或者那里藏着什么秘密，只是不被外界人知晓？李道长，那青阳观我知晓，就是一群无用凡人罢了。谢了，我知道了。几位施主，那碎妖只在晚上害人，咱们得打起精神了。他娘的，老子受不住了！这家伙一路上，怎么着？你是想吃了我们？不就是只碎妖吗？我宁可独行。2位施主，既然你们有胆量降妖，便是说明自身是有几分底气的。如此，就分头行动吧。若真遇上碎妖，立即求援即可。李道长，小心！种仙，种仙！老子种的是仙，不是鬼，不是妖，也不是魔。嘿，看见我脸吗？没有。那行，你把自己的脸给我吧。不想给。别着急拒绝啊，我给钱的，包你满意。我说我脸不见了，知道啊。可我想要你的脸。明白。你一手交钱，我一手交货，这很合理。对了，这菊乐镇上死102人，难道他们的脸都是被你买走了？自然，同狗无器。每一人我都是事先和他们约定好，以100枚金子为代价剥下他们脸的。你是虫妖，剥普通人脸还要给钱？你磨叽个甚，快点报价！本妖身上财物不多了，
等做完你这一单，我还得找个地方赚钱，之后再出来继续剥人脸。我这张脸值200斤，不行，你过于丑陋。照我来看，顶多10斤。孽畜，死！就这？不过以你这副苍老躯体，能爆发出这等血肉之力，也算有几分本事了。只是咱是妖哎，谁有功夫给你玩拳脚？是不是傻？放心吧，这黄纸乃是我本命器，无论你我皆不得反悔。咱可是个讲究的，不然剥了你的脸后，我反悔不给金子咋整？女施主，救人要紧，还请让开。小姑娘，那姓李的虽然邪门，但在下还做不到见死不救。不准去。这无脸从妖我倒是第一次见，得先好好瞧一瞧，看他手段路上如何。哼，凭什么听你的？生非比，石像门，石像之一，生非比。大义臣民见过大人。你不错，10枚金子收好。你说这黄纸是你什么本命器？是又如何？落气不悔。对，种仙贯种，老子就已经受够了。狗东西，你居然还敢让老子！既然如此，那便给你，给个够！给钱！好，我给。没想到，真是没想到，今日不但见到一种全新葱妖，还碰见这么有意思一个小子。我有预感，今后这大业怕是有大乐子可瞧了。住手！你给我住手！我没有金子付给你了，我也不要你人脸了！停下来呀！不要了，那可不行。道爷，咱求你了，别报了，行吗？没钱了，真没钱了！我给自己换了张女人脸，在唐城花楼中卖唱100年，想尽办法才攒下那么多金子，花光了，全花光了。那现在咋整？你兑了32件面具，咱只付给你200斤，因此还欠你120斤。接下来咱必须在1年内把金子预约还上，否则就会被规则束缚。哦，那道人称作什么？回大人，李15。大药，并州、唐城境内有无脸神妖害人，致死伤无数。有一道人唤作李15，面若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晓之花，长身玉立，若谪仙凌晨。二者相逢，大战10天10夜，中神妖叩首伏诛，以尽亡者。唯我15道君，道袍如墨，衣不染尘。啥玩意儿？就这姓李的，是条狗都比他长得俊，这也叫宛若谪仙？还有你们看看，他那副血淋淋好似妖魔样子，也配成衣不染尘？哎，那边的，打听个事儿，你们谁有办法把这东西弄死？你们4个也想降服本妖？小丫头片子，你看什么看？信不信本妖把你眼珠子挖了？一只存世时间并不算久远的冲妖，胆子倒不小啊！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李道友，这只虫妖倒挺有意思的，就给你留着吧。除此之外，你虽身有神意，却好像并未正式踏入修图，望好自为之。就这姓李的，也配称谪仙下凡，衣不染尘？不能这样讲，那女子可是石像门之人，亦非强，生非比。生非比有惹是生非、搬弄是非之意，在大谢可是流传，哪怕是死，都不能被他们手中那根笔杆子盯上，否则一辈子再无安宁之日。问个事儿，你把我杀了，算不算那契约就解除了？也就不用还我金子了。不行，别，我同样会死的。无脸人，你滚行不行？老子不差你那200斤，别跟着我。
不行啊！你剥了32张脸，我只付了200金，还欠你120金。1年内还不清，我就会被本命契约抹除的。我不能把你跟丢了。我为了赚钱，幻化成美艳凌人的模样，在乐坊里卖唱了整整100年，才攒下这几筐金子。昨晚被你妈真薅光了。道爷，打听清楚了，镇上遇害的102人，每户竟然都收到了100枚金子。我就说奇了怪了，他们一个个家里遭遇了不幸，偏偏不吵不闹，甚至还整天乐呵呵的，跟没事人一样。我做事就是这么讲究。那些人只是被剥了脸就会死，不至于吧？我动手的时候，一般会将他们浑身的精气神一起剥离，再融入人脸之中，他们当然活不成。既然这样，昨晚你夺取我容貌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把我的精气神一起抽走？因为你脸太丑了，又只值10金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防空幽异。变成女鬼去卖唱，满大街跑的长腿大毛笔，这世界还能不能行啊？宛若谪仙，衣不染尘，原来就是你这么个干瘪的货色啊！给老子滚！哎呀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我今天有大把的空闲时间，咱们慢慢玩。我会把你折磨到痛不欲生，慢慢玩死你的！李道长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是大野国教石像门的人。石像门是侯相、无礼侯，他们修的道法诡异至极，整个人就像猴子一样死死纠缠在别人背后，甩不掉杀不死，还会不断提出各种无理要求，直到把人活活逼疯逼死为止。我知道了，他是被昨晚那个拿笔的女人引过来的。多嘴的贱货，找死！既然你知道侯相的规矩，那就应该知道，被我捉上注定逃不掉的。所以听话，别挣扎了，乖，让我钻进你这副躯壳里，看看你畏惧的本心，可好？好，我答应。疯子，魔鬼！衣不染尘，李15是吧？咱俩的生存游戏现在正式开始。你们走。大师，你也还得是大师啊。朋友，怎么称呼？寂寞。寂寞就去逛窑子，像个狗皮膏药一样缠着我干甚？当然是把你慢慢玩死啊！几位仙长，我备下了庆功宴，就等着你们呢。还有今儿从外边来了位唱曲的姑娘，身段那叫一个水灵，跟能掐出神儿似的。李道长，俺也不知道你好这口啊。你二位继续，俺什么都没看见。侯相，无礼侯是吧？今儿个我就要看看你究竟能搞出个什么名堂。这世风日下呀，这老道士玩的可真花呀！小二，上酒。你这什么意思？玩嘛，
嘿嘿，玩嘛！大爷国教石相门侯相五里侯，你修的是国教道统，这就是你们对付人的手段。你一介凡人懂个屁！所谓无礼之侯，便是行无礼之事，提无礼之要求。石相门古籍记载，我侯相义不曾有位前辈，还未修成仙时，就活生缠死了一个仙人，就像我现在缠着你一样，寸步不离。缠死了一尊仙，怎么死的？那仙人纵然神通广大，可就是摆脱了我那前辈，整整被缠了20万年啊！无论那仙人是打坐、出行、炼丹，甚至是找道侣欢坐双修，我那前辈就死死贴在他背上，在一旁指指点点，还负责点评姿势。你们这简直就是一群丧心狂的狗皮膏药！是嘞，我们就是一群狗皮膏药，一旦被缠上，除非找大能废了我们，否则你就准备被缠到死吧！哈哈。这位小兄弟，你连修士都不是，怎么也被这侯相的无赖给缠上了？今日才被缠上。哼，才不过1日啊！可老子已经被背后这个混账缠了整整1个加几60年啊！你可知这60年老子是怎么熬过来的？老子出更他盯着，去花街他也死死贴着老子背上，他竟还敢说老子肾气不足。最过分的是，他竟然说想刚过世时的太婆。生，你选的这目标没啥意思，一介凡人，早点玩份算了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慢慢玩呗。前辈，这侯相修士当真就如此无法无天，没人能管吗？石相门可是大义国教啊，这帮修相的崽子就跟虫人一样，弄死一个惹出一窝，谁敢招惹这群狗皮嘎药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是想把你玩死，不是想被你恶心死。种子必须要养分，需要种子当真需要养分？需要，老子说需要！姓李的，你到底什么名堂？哦，知道了。季末，你能看到吗？大地被染黑了。看到什么？你他娘的疯了吧？哦，原来你看不见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！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就知道，65，你能一直长出脸来，就不可能是人。你跟我一样是醉妖啊！老子是仙苗，不是菜苗。火焰子，有种再说众仙观是你怒告的事实。他可能真不是人，但他也绝对不是醉妖。罢了，跟上去瞅瞅。我肚子里长出了10条腿。老东西，这就是你说的成仙？怪物，出来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再躲，老子一刀砍了你！看到没？我早说他丫的不是人，露馅了吧？咱们这种稳健身的碎妖，怎么可能在一个凡人手里吃瘪？他可能真不是人，但是他也绝对不是碎妖。那是个啥？仙长，老东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李小友，是你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？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？那好，老子明明白白告诉你，当年你不是说羊皮卷是你乱画的，种仙剑是你杜撰的吗？你看好了，我信了你的邪，我找到了种仙冠，我把我自己种了进去，现在老子变成了这副鬼子，你作何解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种仙冠并不存在，那不过是我幼时随笔画出的童谣。好，你们演得好，演得真像啊！李小友，你如今这副面目，倒是和几10年前你那师父一模一样。他当年也是这般持刀威逼我们求一个成仙之法，
岁月如流啊，我这一辈子每日敲钟诵经，昏昏碌碌，夜里睡觉连鼾声都不敢太大，生怕了观里小道童们的嘲笑。老东西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你以为我不敢杀人？众仙观起于我，却不曾想成了你们师徒的执念。起于我，自当知于我。李小友，众仙观是不存在的。你若不信，老道以命相证。你怎么能死？你怎么敢死啊！老东西，你起来啊！我只想求个真相，你起来告诉我，发在我身上的到底是什么？李小友，师弟的遗骸给我吧，他之死你莫太过自责。我们这些老骨头本就活不了几年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如果火焰子没说谎，种仙境真的是假的，那现在在李十五体内把那10条腿种出来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道长，白日里明明是个活生生的大妇人，怎么死着死着变成羊了？为何会如此？哼，为何？因为那妇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凡人，她也是石像门的人。否则，凭她一个普通妇人，凭什么第一眼就能认出小爷我的来历？也石像门。对，洋相、替罪羊这帮玩意儿可没一个好东西，最擅长伪装作恶，惹了事儿就找蠢货来替他们顶罪送死。今日他这叫金蝉脱壳，留具杨尸顶包罢了。这替罪羊妙啊！十五，看来这世上的坏人比你想象的还要花呀！石像门除了生非比、无礼侯、替罪羊，究竟还有些什么鬼东西？听好了，除了咱这3样，还有墙头草、背刺狗、绊脚石反、谢木驴、脚趾棍害群马。不对啊，这才9个，还有一项呢。不知道我问谁去？再说了，谁规定石像门就非得有石像？还有石像门就一定要齐齐整整啊？不管如何，光听这名字，你们石像门就没一个好东西。承蒙夸奖，咱石像门的大帝国潮那是人尽皆知，就没美好过。不过嘛，整个石像门里还是咱们侯相修士最多，占了至少98%。哦，物以稀为贵，烂大街的烂货色，你嘚瑟个什么劲？少扯废话，讲，你一路跟了，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实不相瞒，小爷我出自大怪物教，此番来了，本是受命担当此地的土地官，守护一方百姓，镇罪祸。你看这土地庙都空置好久了，偏偏我呢，是个闲不住的主儿，天天待在一个破庙里守着，非得把我憋死不可。所以的，是让我当这个所谓的土地官，治。是的，是的，知我者，李兄弟也。我像吗？像啊，太像了！你身怀10腿异象，走起路来风风火火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仙人。镇上那些渔夫好糊弄的很，你往这儿一坐，谁敢不服？好腿法，我就知道你有神仙之姿。李兄弟，你不吭声，我就当你是答应了啊。至于接下来嘛，咱得去干件人生大事了。嘿嘿，接下来咱得去猎艳了。看看能不能在这小镇找个合适女子当媳妇儿。猎艳？你堂堂国教弟子来这种偏远小镇猎艳？别误会，我每到一地都喜瞧上一瞧那些漂亮姑娘，可惜迄今为止都没遇到符合小爷心意的。走，随我看看去。老丈，留步，请问这菊乐镇上可有未婚嫁、贤良淑德、珠圆玉圆的姑娘啊？姑娘有，最东边倒数第2户人家。你这老头真不错，很有眼光。什么猪？我是说最东边倒数第2户那姑娘长得像猪啊。你并不是普通人，当真得找个寻常女子成亲。就是，寻常女子哪经得起你折腾？这先见了人再说吧。公子。家真不会过日子。李十五，你少说风凉话，换你这么货色，还等到如何？这多简单，既然不能娶妻，带回去当娘呗。其实不空手就是了。我们当不了媳妇儿，带回去当娘，
受教受教。季墨，你认真的？挺严肃。人家愿意请吗？这你别管。儿呀，你渴了，先吃点果子吧。娘，不急，儿还有些正事要办。李兄，可惜没有早点认识你，得你指点，否则季某家中虽不能妻妾成群，却也是母亲成堆了吧？大业疆域之广，难以描绘。光母亲这一称谓，有母、家、婆、妈，太多叫法。干脆你以后也别烈焰了，直接改名大业烈妈人算球。李兄，还得是你啊！这般威风名号，某可是笑纳了。李兄，我昨夜已经说过，让你替我担任这方土地官，而我手中的是以菊乐镇往东，囊靠3000里方圆的山河定盘，可以凭借其治水、填山、开路。当然，发挥多大威力，也与使用者本身有关。这么重要的给我，你就李兄弟，我不知你来历，但总觉得你与这大业像是脱节一般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像山官、河官、城隍官这种最底层的官职，在大业多如牛毛。哦，李兄弟，我看你也是个人才，要不也加入石像门吧？可有意思了，真的。李某若那污泥中的一朵白莲，岂能与你等为伍？死都不去。李兄弟，对于这石像门，我还得啰嗦两句。像我们修侯像的，只是一群狗皮膏药，最多让人觉得恶心。你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修比像的，他们才是杀人不用刀，坏的流牛。知道了。只是这山河定盘我不会用，还有，如果我想修行，又该如何？灵气，号称立天地万物之气，修者寻道问长生之必备。只是可惜，大爷不知多少万年前就已灵气消失的了无踪，无人知缘由。我只记得石像门长者有言：大义之水似深渊亮浊浪，不可平，动则让人雌魂销骨，时死无生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如何修行的？李兄弟，你那10条腿肉身虽荒谬，却已然不属凡人之类。至于如何修行，你去那唐城一趟，自会寻到答案。唐城，李大爷，您当真成咱们这儿的土地官了？上一任土地爷被弄死几10年了，死得可惨了，肠都被嚼了。唉，土地官不咋好听，今后称我山官吧。那山官老爷，我们帮着把这土地庙修整一下吧，这太破旧了。您有啥要求？换个牌本，改名啊？改什么？众仙官。山官老爷，一人在此，可曾寂寞？不曾。呸！我一个百年老岁都知道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人间烟火也是趣。你装个屁的深沉啊！有理。既然如此，今日就大方一次，你欠我那200斤翻倍吧，不用谢。好，什么翻倍？老张，我不饮酒，浅尝即可。不行，人生苦短，必须倒满。山官大爷，俺知道你是那种神仙人物，能不能给俺解个疑？我不是也不解。你是？先说说看。老爷，你也看到了，我没啥大本事，相貌也不佳，这些年一直没说上媳妇儿。唉，这就导致吧，那些亲戚街坊的总是闲话不断，让我有家不敢回。要媳妇儿帮不上。那老爷有办法让他们闭嘴，毕竟与他们何干？唉。你岁数也不小了，常回家看看吧。看看？别误会，我是说常回家看看。别听，也别学。去你娘的千元子，把老子都带坏了，坏冒脓了。早知如此，就该把你骨灰扬他个800遍。罢了，去唐城一趟吧。我倒是要看看
这世界生灵如何修行的？唐城第2次来了，唉，也不知二令如今怎样了。看，再看砍了你！去你娘的钱元子，把老子带得满嘴大沙！这咋了？就那回子事儿呗，欺男霸女。这大户姓朱，在这城中要权有钱，要权有权。他最喜11、12岁的幼女，就去那些穷苦人家挑模样好看的，干些强买勾当。哟，各位岳父伯母，这是家里揭不开锅，大早上跑女婿门前打秋风来了。朱老爷，行好，将我家丫头放了吧，她那么小。大人，麻烦了。好说。是他。朱老爷，我家头能跟你，是他三生有幸，老婆子给您磕头了。这就是陛下，生非比，拨弄是非，惹是生非。我是善人，我是大善人，你们快磕头，继续磕，我都受着。陛下大人，您可得把这张纸留着，我明儿个必须得通告全城，好让他们知晓我是这唐城这第一善人。至于答应您的报酬，放心。李十五，他对你笑哎。不行，让我小心陛下，这些家伙是真的心啊，道法还诡异莫测，照我说都该砍死。这是咋了？小哥，你年纪小，别惹火上身了。时间本就不公。哼，卖你的废话真多。老子师承钱元子，会是那好人。吴脸男，上！那姓朱的比我还嚣张，简直岂有此理！他又不是钱元子弟子，好人呀，活不长。范，你跑不掉了，束手就擒吧。我是范。别装蒜了，你们的教条可是按部就班的人生，往往会输给那些敢在概率里的疯子。大尧有令，凡把教之人，格杀勿论，宁杀错，无放过。小道向来老实本分，可别认错人了。断脊为泥塑琴骨，喉索人言吐出腔，逆化凡胎成兽胎，愿得人来世发慌。走，以我等修为，最多暂时化形其双腿，不过也足够了。妖道，你绝对教之人，诸位兄弟上法力！慢，我乃山官，这我也算是大尧官面上的人吧，所以我和诸位可算是一伙的。你不早说，原来是一家人，多有得罪，勿怪勿怪。来，抽根魂香给你燃上。我这就没罪了。买，我们幻人宗捉拿作奸犯科者数量多少，每月是有定令的。这凑不上数，只能浑水摸鱼，随便按个罪名让人抵数呗。加上兄弟你又打扮得如此类，就不像啥正经人，自然挑中你了。几位兄弟，咱们撤。不过这位山官兄弟提醒一句，通教乃大义第一邪教，切莫与之无。几位，那你们抓的人呢？还能干嘛？自然送入幻人宗内，化作牲口来卖呗。寂寞说了，要想知灵气不存之下修士如何修行，来这星光府邸就行。这位小道长，何事来星光府？我是城外菊乐镇新任山官，特来入籍。胡说！唐城境内所属一切山官、土地官归属，皆由星官大人而定。你哪来的野道士？原来是国教安插下来的人手，这点面子自是要给的。小兄弟，我等下帮你入官籍。对了，我名白皙。星官大人，你可曾听闻众仙观？众仙观？这倒是不曾。大人，实相瞒，我虽小有点机缘，却并未正式踏入仙途，遂想请教，如今灵气不存，如何修行？
小兄弟，石相门不曾讲与你听。不瞒大人，我与他们结识不过机缘巧合。这样啊，我不细打听私事，恰逢今日事少，讲给你听倒也无妨。所谓灵气，乃是修士沟通天地之力的桥梁。灵气消失，并不代表着其他天地之力消失，如山川草木，其中运，只是如今桥断了。桥断又该如何？勿慌，所谓修行的本质，不过是向那亘古长夜借火，而我等自身方是那被点燃的灯芯。如今灵气不存，乱自是换一种气，将桥接上，令火种重燃。大人，既然没有灵气，那换哪一种气呢？且随我来。小兄弟，勿怕，同入便是。是。恶气，对，灵气来于天地，而恶气则来于人。如生气，气之聚也，气聚则人存。鬼气，死者不入国道之气；邪气，欲望恶念汇聚之气；还有死气、怨气、戾气、杀气。小兄弟，不瞒你讲，整个唐城之下不只有经世之阵，其每时每刻汇聚这7种之气，再融合到此处，最终形成这100米恶池。大人，这玩意儿真能代替灵气沟通天地？还有，不会羞死人吧？放心，我等尝试过的。那就好，肯定会死人，会死很多的人。从前灵气丧存时，修者多以灵根强弱划分天赋，如今自然不是了。无论是否有灵根，是人就能尝试，前提是有命在。星官大人，这是……莫慌，你也是当官的，气度一点儿。恶气得之于人，不比灵气那般温和，而是汹涌如魔，好似那洪荒猛兽。不知眼前这些孩子能活下来多少？哎，回星官大人，1000少年，其中5成承载不住恶气入体，筋脉心窍被侵蚀而亡；另2成侥幸问未死，却被冲傻了脑窍，今后怕是整日浑浑噩噩。而能承受恶气入体、有修行潜力者，也仅2成。我自然要尝试这所谓的恶气。你不怕死？哼，活着没什么不好，但踏仙之后的海阔天空，我更心向往之。傻小子，哪有什么海阔天空，不过是羊肠小道，无人生还罢了。那些人是谁？他们是先前那1000少年的爹娘亲友。大人，你们看见俺家乖孙吗？他被选去修仙了。老丈，我记得你来时牵的那孩子，抱歉，他殉道了。殉道了。老人家，您孙儿死了，您不怨不恨吗？40年前，俺亲弟死了；20年前，俺小儿死了；现在，小孙儿也没了。大义说了，他们纵身陨，亦魂化星辰，护佑山河，光照万古。谁又笑话谁呢？我困于众仙心曲，你们困于大义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李十五，世间之事不由人太多，至少先管好自己吧。对了，你随我来一趟。李十五，他们与你不同，你是石相门安插的，他们则是我亲手刚任命的山关河关之流。你尝试过接受石相门传承吗？啊！我不许，我不许！哼，试试呗。反正石相门在整个大业都留有强传承，入国教可比你们当个小小山关有前途多了。这是何意？这位兄台，这都不知？真不知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毕竟石相门在大夷口碑是出了名的没好过，所以其中修者往往都会隐藏自己修的什么。举个例，如有人修了狗像，背刺狗，那谁敢跟他打交道？有理，有理！石相门就该死，背刺狗更是不得好死。唉，我本不想进来的，却被新官大人给拍进来了，也是无可奈何啊。兄台此语甚得我心啊！我等干脆就站在一旁看场热闹算了。这就是石相门传承，平平无奇。歪门邪道不足挂齿，
白送我都不要。国教道统，岂容尔等戏谑？有本事，当石相门修师面这么讲啊！吾师乾元子，惧他国教，他国教当惧我。兄台，我等升官，可否晋升星官？你想升官？不能吗？哼，告诉你吧，大雁36州，每州1名月官，72星官，合计30上月官，2592名星官，往上还有3名日官。据说这日月星3官，他们屁股下的位置好多年没换过了，个个像万年王八似的。至于你想晋升，梦吧！倒是咱们这些人呢，有点小权，平日鱼肉下百姓，耍点威风足够了。人知足方长乐。两位兄台高见，既我等3人无意识相传承，不如出去后喝几杯。可有理。哼，石相门除了侯相是狗皮膏药让人恶心外，其余什么生非比、害群马、绊脚石，特别是那背刺狗，谁能被他们挑中，呵呵，保不准就是天生坏种。对，坏到流脓。三位，赶紧的吧，走个过场，咱们好离开这密室。哼，误区，哼，事多。两位兄台，走吧。贝子狗出现了，还是最臭名昭著的一项。那人他做过什么天怒人怨之事，竟是引得贝子狗青睐？大家快离他远点！两位兄台，听我解释。不听！没想到啊，背刺狗竟是你！你该反省反省，自己本性多恶，以及做过多少天怒人怨之事。这我也不清楚啊。我就是弄死了养大我的师傅，然后设计让他亲手把自己皮剥了，几乎剔骨，一刀一刀可惨了。再之后，抢了他求了一辈子、追寻一辈子的仙缘，最后一把火给他扬了。误会，咱们是同僚啊，事情不是这样，大家听我讲。好了，对不住了。这刚相识就遭你背刺！方才是谁？站出来！李师武，你这是？回星官大人，刚刚那密室之中，有人得到狗相，被赐狗之传承，而那人干。是啊，星官大人，您不知道，那人方才引动狗相传承时，密室中血光滔天，骇人至极。不止如此，其自述世事之举，简直令人发指。各位稍安勿躁，我在呢。在这星官府邸中，无人胆敢掀起纷争。诸位，随我来大唐。大雁每隔20年，各州各地皆会挑选一批少年入那恶气池，尝试恶气入体。唐城这里自不应等操心，只是此番事了，你们回去之后，得各自挑选一批少年出来，然后送到这里。如你那菊乐镇，人口约摸18万数。你得挑选300适龄之人，这也是尔等作为一方山官之职责所在。星官大人，若是我不呢？还有就是，你莫要有负担。大雁百姓经过比相洗脑多年，他们不抗拒的。各位，这每隔20年也是大雁例行朝会之时，而距此次朝会开始还有3天。你们就在此地闭目打坐，耐心等待即可。青龙镇土地官华阳拜见星官大人。此外，送入恶池的300少年也已带到。进来入座。星官大人，咱史一农能出去一下？去吧。10条腿，这到底是意外
还是众仙官众仙之后的必然结果。姓李的，你掉茅坑了，这么臭！李十五，你也配当山官，配与我等为虎？多有担待，多有担待。星官大人，尿意浓，可否再去一趟？可，大人，屁浓，大人息浓。李十五，你就在茅房待2天吧。还有，别故意沾湿了。是。钱元子，老子比你混得好，看见了吧？你怕是在地底下气得跳脚吧？哼，气死你个老东西！钱元子是你师傅？星官大人，是吧？你们师徒感情很深，是个神，彼此愿意掏心掏肺的神。生有实腿，怪哉怪哉！大人，你知道，放下刀，你瞒不过我的。如今大疫之中，岁祸横行，各种诡异之事层出处处。你区区10条腿，并不换什么。还有便是，你能承受恶气入体，不妨现在修行试试。现在？对，灵气是生灵沟通天地的桥梁，灵气不存，我等换一种气把桥架上。星官大人，可是我啥也不会啊，也没功法啥的。没事，我教你。初识天地气，凡心未脱尘，只忆长生路，万象始住门。从前灵气存世，登仙9境，为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。李十五了不得啊！一夜之间提升至炼气9重，且中途无任何瓶颈障碍，一切水到渠成。只能说你如今这副躯体很不一般。无事，神人多异象，我不会嘲笑你的。这是咋了？你知道的，恶气不比灵气，其实由怨气、死气、鬼气融合而来，所以修行后给人的感官可能大概不会那么的仙风道骨，且越到后期看着越像个妖魔。你现在境界还低，以后再看吧。星官大人，你为何没有异样？我是没有。为何？我又不修恶气。李十五，我和你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。准确来说，大业日、月星3观都和你们不是一个时代的。以我为例，我在灵气未消散之时，就已经修炼到极高深的境界，只能说吾自云端垂眸，众身尽皆蝼蚁。星官大人，那您现在呢？是忘了。忘了？对，不止一身修为忘了很多，还忘了以前绝大部分事，忘了好多好多。我不知灵气为何不见，不知大义为何现在这样，亦不知岁是什么。不只是我，其余日、月、星3观，他们同样忘了。所以我不修恶气。至于怒修恶气，至于你小子，慢慢努力吧。毕竟3条腿的蛤蟆好找，10条腿的人那是仅此一家啊。大人，咱能不能别这么随意？哼，这可是我曾经修的，不要还我。至于名字，我觉得挺好。那好吧，谢大人。不用谢，我当这星官不知多少年，这功法诵了至少700-800遍了吧？啊，那他们最后呢？差不多都死完了吧？一篇功法而已，世间多险恶，仙途亦如此。想要登顶，哪儿那么容易？灵石是由灵气浓缩汇聚而成，至于眼前这些，我称之为恶石。李十五，你全装你那关老爷中吧，若是不够，找我便是。大人这么大方，那恶石存在不知多少年，恶石这玩意儿多得很。还有就是坛城所属，无论是那些小仙门、小家族，或是个人，只要他们上门恶石，我管够。对了，别玩屎了，熏人。钱元子，不过山间野道儿，
真大能，原在人间。老东西，你是真不行啊！诸位，好久不见。人已齐，诸位且随我入朝。我等臣民拜见妖帝耶后，祝地狱后身化永恒，祝地狱后身化永恒，宇道横空。白皙，为何不拜地狱后？回国时，我方才想到一件趣事，故分了神，才有这失礼之举。白习君，何等有趣之事，竟是让你都分了神？不妨说来听听。回燕后，我手底下有一小小山官，居然长了10条腿，这好像……白习君，你那位山官在哪？让我瞧瞧。在。回燕后，我平时里一般砍掉腿走的。罪火祸不断，这小小山官怕是招惹到了什么不足以道。现在说正事，诸星官听着，只要能修行之人，尽数安排尝试我石像门传承。我石像门人还是不够，四大八恩教必须铲除，不惜一切代价。至于罪祸，还是此前那般，我等不得出手。星官大人，你何以害我？没害你，真觉得好笑。星官大人，大事不妙，魔教闯进唐城了。没事，让他们闹吧。他们若犯罪，有人顶罪即可。星官大人，不好了！那群邪教之人将恶气池洗劫一空，抢走恶石不计其数。让他们抢。星官大人，教有个好色之徒，以道法驱走全城寡妇贴身衣服。寡妇，这什么品味？不过勿慌，有人顶罪即可。星官大人，唐城被糟蹋成啥样了？你出来看看吧。好吧，随我抓人。此红绳有追寻因果之用，让我看看这罪魁祸首是谁呢？哟，顶罪的在这儿呢。李十五，你真倒霉呢。白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只是我的一道神念而已。之所以将其留在这红绳中，不过有几句话讲给你看罢了。你要说什么？李十五，你听好了，地非地，后非后。星官大人，咱就说你能不能说话别打哑谜？我就一个山野小道，没见过啥世面，真听不懂。好，我想说的是，我曾经忘掉的记忆，被我记起了极小一部分，这让我觉得叶帝并非真的叶帝，叶后也非真的叶后，只是他们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而我等星官平日里根本无亲自面见他们机会，我倒是要看看端坐帝座上的那2位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。你一个人去，就不怕被他们逮住抹了脖子？那就看他们本事了。你了不起。对了，你将这事儿告诉我干嘛？李十五，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不是个人。好你个白皙，你才不是人！地非地，后非后，这些还离我太远。至于星官大人，祝你好运吧。各位孤魂野鬼，吃了这水饭就散去吧，等下别抢我给师傅烧的话了。小兄弟真是个有心人啊，你师傅收了个好徒弟，可惜我父亲死得早，坟头都没留下个，只能这样随意祭拜下了。今日此祭，愿我父死者安息。师傅啊，你在九泉之下，千万要不得安宁啊！愿以此祭。师傅啊，你可千万要不得超生，永堕地府，万世沉沦啊！
不显灵，有我家族荣耀，子孙达官显贵。师傅啊，你有本事从地下爬出来，到上面来弄死我呀！师傅，看见这画没？你求了一辈子仙，不过山间野道，可你看徒儿这掺和的都是些什么局？哼，嫉妒死你吧！老东西，阴魂不散呢，吓唬我。是你，李道长，是我呢。你是杨相修士，不错。叫来范唐城，是你将因果衔接给我的。是嘞。你一个石相门之人，为何与八教之人混迹在一起？我是叛徒呗。我以替罪羊道术将因果转注给你，就是为了让那星亚大人难以追查我等。不过李道友，你看着全虚全远的，想来别有一番际遇啊。在下书要教修士洛阳。这位李道友，加入我书教吧，这可是天大机缘啊！你什么修为？筑基中期，气运赌徒。你呢？筑基初期。就你们两个有那么大能耐去坛城闹事？当然不是，我俩只是跟着教中几位前辈，并负责打个下手罢了。那他们人呢？自然返回教中。大义山关在此，尔等妖孽还不束手就擒！李十五，你脑子生锈了不成？你区一个炼气9层，还敢动手？那又如何？2对1，筑基对炼气，优势在我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且说说，优势为何在你？各位，上！李十五，你方才让我等隐去踪迹，这话可是问完了？差不多了。诸位同老，你们可是听清了？就是让杨相加些因果给我，让我蒙冤。最关键是，这里仅此2人，无人护佑他们，因此随我杀！我以我令，赦令5刑，我起！我雷呢？兄弟，你见风对准我的，住手啊！小子，你施展教妖法！妖法？你等大义走狗，也配污蔑我教之术为妖法？教之教义，我等不过是喜欢在概率中疯子。刚刚也只是施术，在悄无声息间改变一些小事出现的纪律而已。各位，大家稍安勿躁。我与洛阳2人此番同样为了那松而来，既然大家目的一样，不如暂时冰释前嫌，如何？怎会如此？哥，咱们要开始害羞，以我等之力，怕是得白白送命啊！罢了，我先回去报信，保命要紧。山关这个职位，除了有机会参加朝会外，本就人增狗嫌，毕竟死亡几率太高了。像你我这些，不过是被各自家族或宗门排挤，最后送来当这山关，美其名曰护佑一方安宁。好你个寂寞！我说你怎么如此大方，随意就将这山关位置给我？往来之客，何不进来赌上一局？他娘的，你这是黑店！老子向来良善，从来不赌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崔大牛，你干什么？
山官大人，是你呀！我还有儿子，这次我压他另一条胳膊，够不够压住？当家的，和他赌，只要赢一局，咱们啥都有了。输也别怕，咱家侄儿还有腿。赌局已开，外人退避。落属无悔，开中见喜。两位压大压小。他娘的，敢把老子弄下来，给我等着！我压寿元20年，我也压住，我压我的一只眼睛。这是俺媳妇儿，你们谁要？我压我的肾。诸赌徒听着，每一场赌，庄家抽3成，无论输赢。老东，老张，你就是这宋瑶，是为何害人？好像自老朽存在起，就是将人射进来赌，似乎这也是我存在的意义。小友，来赌一局吧。呸！赌狗死全家！这何以见得？你全家呢？小友，来赌一局吧。若是能赢我，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不骗你。老朽想来，你是会喜欢这种感觉的。不赌，老张，我劝你赶快将人放了。若是巫师钱元子来了，你可就插翅难逃了。不赌就滚一边玩去！宋瑶前辈，我要压住50赛寿元，与你赌上一局。可以，赌什么？就赌你手中那枚少字归属。可以，1、2、3为小，4、5、6为大，明白？自然明白。压大还是小？我压大。落主无悔。无悔！落州无悔，开中见喜。3点小，我赢。不，我不信，我继续压住50寿元，就不信我会输给你一个宋瑶。好，开中见喜，我压大。这么多年了，为何总是没人能赢我呢？一直赢，老朽也是累了呢。这位小友，你没什么值得我感兴趣的赌注了，就去凡人那桌吧。其实赌桌上的每一场赌之外，还伴随着第2场赌。罢了，给你们讲也没用。老先生，我以我命下注，只要我赢，你须把洛阳寿数还回去。可成我因，受我果，以杨香之力替罪。道友，抱歉了，洛阳不能死，只得让你来替我受这死罪。他们出不去的，进了老朽这赌坊，除了赢我，那便是输到一无所有，直至彻底把命留下。几位小友继续吧。前辈，赢一局后可否离开？可。好，我赌。赌吧，继续赌吧，把命都赌没了。老头子，你是不是出千？不然像比大小这种简单玩法，你凭什么一直赢？两位同僚，何必呢？我等就这么和他耗着，看着老赌鬼怎么着。小友，行不通的，看到没？那些黑斗篷身影，他们是每张赌桌上的庄家。如果你们不在今夜出去，就会肉体消散，只剩一缕魂魄，浑浑噩噩，变得和他们一样，永远被困此处。李师傅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哼，这老隋瑶说了，赢一局才能离开，我怕你俩继续耽搁下去，把我给害死了，所以先让道爷我来教他怎样做个人。觉得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？有点小刺激。小友，这坐上赌桌的感觉挺不一样吧？毕竟太多人沉其中了。既然如此，下注吧。
你若赢了，我自会给你想要的东西，不骗你。好，我下的注是，我若是输了，我师父的残魂立马灰飞烟灭，再无可寻。这个好像不行，因为我并不能感知到你师父是否还有残魂存在。人有人命，鬼有鬼命。若我输了，我师父那条鬼命给你。小友，难得你这么孝顺，你师父做鬼都不放过他，只是抱歉了，这些并不能作为你的筹码拿来下注。连这老从妖都感知不到钱言子有残魂存在，看来是死透了。不错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小友，咱们正经点行不行？老朽觉得和你打交道真挺累的。话尽于此，现在请小友开始下注。我以10局压你，就不信一局都赢不了。落爪无悔，开中见喜。老东西，你耍诈！那爪子点目石是一只人眼睛，绝非什么好玩物，所以我要求换赌去。诸位道友合力，化开这妖邪赌局。赌局已立，除了赌者双方，任何人不得打搅。至于你们，先等着吧。反正除了赢下老朽，今夜谁也走不掉。哼，安静行不行？老子正和他赌呢。区区一炼气9层，也敢如此无礼？白皙教我修行的。老东西，咱继续拜！继续，咱们继续！老子别的没有，偏偏就是腿多。小友，别砍了，老朽真是觉得无聊透顶，故此不接受你再以腿下注。李小友，和你打交道是真的累呀。那你又待如何？自然是玩点刺激的，加注。加注。不错，先前耳边听闻你是此镇山官，这些百姓受你所辖，所以他们的命就是你新的筹码。可敢以此为注，和老朽赌上几局，只要你能赢一局，你之前输掉的尽数归还。你叫李十五，身为一方山官，岂能如此儿戏？以及20万生灵之命供你下注。李十五，即使你与姓关白西西交情匪浅，你敢做这种事，他绝对第一个饶不了你！你个疯子！把这些修士的命也拿来给我下注吧，行不行？小友，开始吧。这第一局，老朽要这18万人的一只手臂。可以，落肘无悔，开中见喜，我压大。你输了。恶魔，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恶魔。第二局，老朽想要他们的一对眸子。可以，落刀无悔，开中见喜，我压大。你输了。第三局，老朽想要他们那张脸。好。这样一来倒是挺刺激的。小友，至于这第4局，老朽想要他们的命以及你的命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就以这近20万条命和你赌这最后一局。李十五，你背负如此血债，你注定有过无间，永不抛生。孽障，孽障！若我等能活，定将你罪行公之于众，再请石像门门笔下，让你承受万世之骂名。滚蛋！你们别影响老子。这最后一赌，你来摇中，可压大小？大！既然如此，老朽开张了。老东西，让你见喜！今儿个，老子偏偏要让你见血！居然真的可以！老东西，赌桌上赢不了你，可老子还有赌桌的。妙在，妙在呀！老朽早有言在先，这每一赌进行时，其实还暗藏着第2赌。第2赌。
你的勇气，且有那个毅力，在结果出现之前，强迫自己跳出赌局之外。这样吗？我可没想这么多，我只记得钱元子喜欢和刘十六下棋，偏偏刘十六棋道天赋异禀。后来啊，钱元子发现无论怎样绞尽脑汁都下不赢他，于是他在最后一场棋局结果出来之前，抬起棋盘将刘十六给砸死。小友，你了不起！你看，这些人仅是个看客而已，哪怕到了此时，他们都是没从这最后一场赌局中清醒过来。偏偏你前的那一线局中，且身背近20万条命，同样也是强行将自己从中抽了出来。可这么多年来，也只有你先着了。你都说了，没想那么多，你唠叨个甚？对了，这算我赢了吧？小友，休说有2局，赌中未开，自是没有结果。赌桌外这一局，是你当之无愧的赢家。那我赢家通杀。你输给老朽的，包括你的腿，尽数归还。至于其他人在这赌坊中输掉的，还不去了。大邑、并州、唐城境内有赌妖凶狠，赌术通天，祸害世间，局乐18万百姓深陷其中，命悬一线。恰是这时，唯我15道军心坚如铁，大义凛然，愿以己之命换18万百姓之命，与妖相争。姑娘，我等什么时候丑婢出了？还有，他李十五大义仇凛然，甚至用自己命去换18万众之命，明明是他邪性滔天，以18万条命供他下注，好吧？姑娘，老朽什么时候连输给李小友300局了？道友，别说了，你看他手中那笔石像文笔像，又是你，你叫什么？本山官告诉你，如手中那笔可有某刀力。石像文笔像修士果然诡谲难测，绝非善类。这家赌坊如此神奇吗？小友，再见。一直赌真挺没意思的。是，到底从何而来？这就算完了？李十五，你区练气9层修为，拿18万人命下注，简直枉为一方山官。原来这神妖弱点就是开钟前那一瞬间，算这小子运气好。若是我上了那张赌桌，老弟，你山官府在哪儿？折腾了一夜，先回去歇着吧。先住上1日吧。李兄，你这府邸是不是有些太过简陋了？咱们山关虽处最底层，不过好歹也是官绅，手底下几十万民众，这偶尔享受一下也是应该的。对了，昨夜那么多修士哪来的？李兄，你应该知晓，每20年大医都是将诸少年送入恶气池，其中能存活下来且修行悟性上佳者，便会被一些仙门或修仙家族瓜分。至于大一日、月星3官，他们就如那站立天穹神明，只受众生仰望，从不理是祸。而咱们这些人，好比分散在外的探子，于本安得告知那些仙门。不过好在咱们赶上了20年为期的朝会，也算是此生无憾了。唉，不知白皙如何了。李兄弟，也许你这10条腿，白皙已被弄死了。不过话讲回来，你在朝会之时，也算在姚后面面前露了脸。真不知该羡慕还是该可怜你。说来话长，反正啊是招惹脏东西了。不过李兄昨夜力挽狂澜，我等着实钦佩。此刻想来也是名师出高徒，与他何干？某天生就是为此等大场面而生，何必见怪？倒是昨夜那些仙门修士称李兄魔性太重，切莫教。唉，人如微尘，命如草芥。按白玄所言，其为一份狗象本源，只要融合，就能施展对应的道术，如那妇人的替罪之术。难道我倒是就成了背刺天才？可是我现在好像已经是了。今夜太长漫长，两股痒痒。李十五，
就等着一辈子光棍儿。我在唐城现取，一取便值10斤。你来找我干嘛？废话，老子找你当然是来找回场子的。此前欠你200斤，自然是还金子的。这是100斤，还差你一半。等还了你这笔账，本妖可得继续赚钱找人去。李爷，你刚刚手中的是啥宝贝？给咱瞧瞧呗。没有。哼，你糊弄鬼呢！咱早瞅见了，是2件顺宝。顺宝？对呀，就是顺宝。所谓肾宝，自然是从岁身上得来的。如咱之前和你签订契约的那张黄纸，就是本妖的肾宝，讲究落气无悔。怎么用？先把臂过度，将自己一节肠子取至相连，另一头则系在心脏之上，中间打36个吉祥结。哎呦！李爷，说说呗，这红绳干嘛用的？呸！我还以为是啥好宝贝，没想到就这玩意儿。是啥？快说啊！这根红绳能找到人身上代表姻缘的那根圆线，并胡乱配对，就这也配叫因果红绳？记起了，原来是他呀！大概100年前，咱刚刚诞生之时，唐城境内有这么一只生妖，最喜乱点姻缘，如让父配女，儿媳配公家爹，男配男，小舅子配母猪。你没见过那场面，家破人亡都算是轻的，各种血亲相杀，人伦败坏。那只娼妖可比咱作孽太多了，哪像咱每剥一张脸都必须给够100斤。要知道多少穷苦人家，一家人辛劳种田，走街串巷一辈子都挣不到这个数。佩服佩服，如此说来，你倒是知好重要。既然这样，你欠我金子再加倍好了，不客气。哎呦喂，天理何在呀，冤枉啊！李爷，你这是要逼死本妖啊！李爷，一段姻缘，缘起为因，缘灭为果，叫它因果红绳倒也没错。此绳想必是100年前那只商妖留下的，就不知怎样到你手中了。李师傅，你怕是有福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你想，你有这红绳，只要看中哪个女子，乱点鸳鸯谱就是了。从今往后，别说3妻4妾，3宫6院都是手拿把掐。你说说，这不是有福是什么？你且说说，每一个这个人都有代表姻缘的那根圆线吗？包括你，也有吗？当然有啊，不只是咱这种送妖，就是一块石头，那都是有姻缘的。好比有些生灵有恋物癖，爱恋的恋，人家不喜美人，偏偏喜欢上一块石头，这就代表着他与石头姻缘相连。3宫啊3宫，6院啊6院。姻缘一线牵，业果轮回转，缘起清明处，劫尽方知我。你是我，你他娘的做了个甚？李师傅，你停下，停下！你住手！天地万物皆有缘，缘是劫，亦是劫，何不以生灵那根圆线为劫，直接将人吊死呢？好你个李氏红绳是用来点姻缘的，你倒是好啊，偏偏用它来吊人，就欠呗，好东西都这么烂它，你简直耗子咬了牛屁股，鼠吃牛啊！抱歉，我只是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有些控制不住。你怎么想的？用红绳来吊人？我就是想着，你说每个人都有辫子代表婚姻缘的圆线，缘是姻缘，亦是死结。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就是冥冥中感知到涉及到了宿命、业力、红尘劫，大概就是直接引动上面那根圆线，继承死结，并具现出来，将那生灵吊死在空中。我不过小小炼气9层，怎么能看到人身上的圆线呢？倒是那根因果红绳有这个能力，所以就飞出去了。大概的过程就是这么回事。唉，也许从今以后，我修为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再将这一招彻底参透，不用这红绳辅助，也能施展此术。不是今夜这般，只是无意间引动，且那么10数发功夫，就近乎将我抽干。李爷，
咱听不太懂，但大概也懂。你这也太能耐了吧！你就这么点修为，咋整出这一招的？不过嘛，总觉得你那啥，有些不务正业。明明是绑定婚姻的，你拿来杀人。你又没嘴，烤鱼干啥？公子，人家也能吃的。换上人脸就能吃了，这么神奇？不过这脸太丑了，快换一张。官人，这个呢？不行，腰里凹起。夫君，那你看这张行吗？别犯嗲，跟老子滚一边去！小友，你且看看这张如何？还行，将就吧。李爷，你这个癖好这么刁钻吗？白皙讲过，他们是灵气消失前时代的生灵，还有地非地，后非后，石像门僧。哎呀，种仙冠还没落呢。无脸男，你必须剥人脸吗？师爷，你不会杀我吧？李爷，我还是得说你几句话：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那红绳拿来点姻缘多好，非要用来杀人。对了，你那把人吊死空中的一招，准备取啥名啊？就叫悬梁人吧。嘿嘿，今儿个不错，酒肉整起来。对了，你都有100岁了，接触过景教没？没有，不过他们名声挺不好的。希望他们教中很久以前有一个老修疯了，跑到一个城池中去，也不知怎的，竟害死了那城中近一半的人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被那儿的星官给锤死了，尸体悬在城墙上100年，没有人敢去收尸的。你们这是咋了？各位，你们到底要吗？上官大人，您救了俺们命，我们来答谢您了。是啊，大人，这个月来处理各家杂事耽搁了，现在才登门，还请大人见谅。去，别烦我，我不过拿你们命，如果最后输了，这结果你们可曾想过？好好想想今天咋过日子吧，整这些虚头巴脑玩意儿。大人之恩，俺们永记。您仙怪，俺们同样日夜吟诵，就当为大人祈福。这个，你们快走，快点，别打扰道爷休息。真的可以。还有一些金色光芒到底是什么？信仰香火还是其他？我脚下黑土需要灭的东西补充所谓的养料，不然就会全身干瘪枯萎而死。而这个金光，投生者身上吃出来的，却是能支架我神魂。逝者助我身，生者固我神；逝者助我身，生者固我神；逝者助我身，生者固我神。各地山官速来！唉，也不知是好是坏。哎呀，这岂不是说我这身躯长有10腿？不是什么意外，而是种仙官之必然。但是，到底为什么呢？种仙冠号称众仙，这又算哪门子仙？不，白心讲过，大业如今灵气不存，代表修行的桥断了，而不是愚弄生灵，收集香火，走那香火成神之路。李爷，这是要出门吗？对，带上咱呗。你，诸位，听说我们这些人长出了修背刺狗的，劳烦自己站出来吧，不然大家身为同僚，
以后怕是少不了打交道。有个背刺狗藏着，大家猜忌也不是个事啊。你猜那人是谁？越是心虚者，越想表现自己。石腿蛤蟆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越是心虚者，往往越易动怒。我砍了你！心虚者往往容易过激。你们看，各位身为同老，何必如此动怒？大人，那李十五就是毒瘤，我已然听说，还以自己管辖下近20万人命做赌。我已听说，功大于过，无需多言。新官大人不在府中，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归来。至于现在，一切都伪装成我为主。5日之后，有落宝银河从天而降，且这次就在唐城附近。你等身为山官，自当在场，迎八方之客，不落我坛城之礼。李爷，快看，那妞表现不怀好意耶！算红绳拿出来，绑她婚姻缘，收做媳妇儿。她修狗香而已，罪不至死。李爷，你听句劝，原线真不是用来杀人的。那咱晚上想看到什么，导致夜没睡个安稳觉，总觉得这样不好。吾乃大瑶山官，你们这些炼器小修，为何抬着鼻子招摇过市，引人围观？知不知道，如今唐城多方集结，让人瞧见了，还以为我唐城境内有多腐败。这位山官大人，我俩也不想招摇许世，但没办法呀，总得进城，再找个地儿将这老祖宗安顿下去啊。随我来。啥？这老头，一个是你家仙门前辈，一个是侯相修士。我观这老者，如今浑身窍穴破漏，然无半点修为已在身。以我看来，你们完全可一刀将这侯相老猴砍了。为什么还让他们纠缠在一起？确实，左边的这位前辈，乃是这200年间天资最为纵横之辈。至于右边这位，自是国教侯相修士，本是前途大好，却被拖累到这地步，可怜至极啊！就是，一刀给他剁了，不就啥麻烦没有了？小子，杀了我，他也活不了。我施展的乃是侯相最终之术——连命之术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我俩的命数被彻底连在一起了。我死了，他死了，我也死。不能杀他。我仙门曾找人打听过此术，侯相连命之术，那是真正的鱼死网破、同归于尽之法。哎，我家这前辈可怜啊！这位前辈，你们都落得这样了，干脆一刀抹脖子算了，也不至于活生生受这罪。不能死！曾几何时，我风姿义士无双，受万人崇称，身边女子云集，怎么会被这栽种拖死？我不甘心，不甘心啊！一定要找到办法，一定！你不死，那我也不死，就缠着你，一直缠着你，死缠着你，能拿我怎样？认命吧！在我决定施展连命之术那天起，你就注定结束了，永远凭证不了我的。哎，你们也瞧见了，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。门中有前辈念及旧情，加上这次落宝银河的出现，所以啊，就让我们抬着他俩来碰碰运气吧，看有没有解决之道。这石像门真是没有一个好惹的，好比这只猴像，那前辈本有大好的前程。哎呀，算了，提这些太让人心不稳了。倒是李兄，对方的比相女子嫌你衣不染尘，也不知道她是何居心。小子，起开！山官大人驾到，你一个算卦的，还不滚一边去吗？我有卦，你身上财物与我有缘。金子，我100年前博的人脸全没了。原来是只小小妖邪，也敢触我卦宗眉头。我有卦，你等与我八字不合。呸！老子又不是和你娶老婆生子，合八字干啥？与我八字不合，自是影响我修改，所以该杀。这位大灭山官出来洗地了，别让茶馆弄脏了，这是你的职责。还有啊，本人道号听竹。卦宗什么来头？李兄，这卦宗来头可真不小，也有人称他们
是这大业的第3国教。这个宗门修士霸道至极，他们的口实就是我有卦，然后诸如此类。就好像刚才他称我有卦，与你八字不合。按照卦宗的逻辑，八字不合就代表着你克他，所以他必杀你。可问题是，他们从不解释怎样的算卦的，给人感觉倒像是口腔随便一说似的。每年啊，不知有多少人被他们以八字不合的理由诛杀，偏偏大禹希望默认这很合理，从不追究他们，所以大家才觉得，如果有第3国教，必然就是这卦宗。李爷，你的种仙观比这卦宗听着可舒服多了，咱觉得还不如让你那种仙境当国教算了，这卦宗不配。国教、种仙观、国师，我，谢谢啊，谢你真看得起我。国师大人，叫国师干嘛？好啊，李爷，还说你不想当国师，滚去一边！他们身下的应该是幻人宗以人化作的兽吧？不错，不过我们看看就好。那些玩意儿啊，我们就算再修行100年，都怕都买不起一根稀疏的翅膀。毕竟传言中，不错的动物，就是用修为修士的人化成的。李兄，尚要努力啊！李兄，李兄，快看，来了！就是落宝银河。对。对了，这条星河源头在哪？不知道。既然这样，怎么确定它的位置呢？这落宝银河确实不知源头，夜来节日。不过其每隔几年都会在大业各个位置出现。至于具体在哪里，希望是卦宗修士推显出来的。李道友，你莫要小瞧了这条河。此地之所以名为落宝，便是因为此间藏着无数机缘至宝。你应当清楚，大义天地灵气枯竭，世间并无灵运积淀，更无灵物滋生。寻常炼器所需的灵材，在这片土地上更是踪迹难寻。虽然没有灵物，但是有圣宝啊，那些玩意儿才是真正的好东西。我名听竹，自卦宗来。这落宝河由我卦宗推算而出，将位置公布于众。诸位，我卦宗占个头手，先落下10杆，你们没意见吧？起！不是吧？顾真有宝贝，被那算卦的碰上了。给我起！就这呀！岂有此理！走吧，这里的热闹与我等相关。还有这5日在唐城日夜巡街，着实挺无聊的。别过来啊！滚啊！某乃大业山关巫师钱元子。弟兄，怎么了？石腿蛤蟆，你又发什么疯？待会儿能看见吗？一张乌鸦嘴。看不见。弟兄，你到底乱说什么？完了！他娘的，区一张破嘴，也阴魂不散跟着我。一杆机缘真是妙，2杆空惹人笑。你这石腿蛤蟆，又在此处高唱什么邪调，发什么疯？李兄，你救人家安，瓜总惹不得呀！李十五，你不要命了？我没有。3杆霉运附你体，4杆病来无处医。挂宗小友，快留意，那是一盆霉气和一团病气，出之倒霉，病恶缠身。各位同事，快带我走，腿麻了。哎呦，真不是我说的，是那张乌鸦嘴。5杆天雷劈7窍，6杆地火焚3窍，7杆术法皆颠倒，8杆品有盼成刀，9杆浑水无间道，10杆破被孽火烧。好了，竟敢在此出言诅咒我等，找死！这崽子，老子非让他闭嘴！
第15，我有卦与你八字不合。咋的？李爸爸乃大好男儿，需要和你合八字吗？李兄，避七八锋芒啊！李兄，快想办法避难啊！听我解释。不听。那你想睡觉？我是千原子。废话少讲，我现在不杀你，只是你得去那落宝河垂钓。小友，让这个小子去落宝河垂钓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这李15，想必就是大业朝会上露过面的那石腿山官，他应该沾染了某些罪恶。方才他接连咒我6句，让我吃尽苦头。此刻我定是要回来。我又如何？如果你调起的东西能让我满意，那么我就撤回方才所言八字不合那一卦。这也能撤回？卦象如何，一切解释权由我卦宗说了算。四爷，别闹球了！符纸燃朱砂胶，孤魂野鬼快来！小友，人之头顶都有团运火，我唤来幽魂鬼物，暂时将他运火吹灭。人没了运，那就是该倒霉的时候了。李15，你换个枪！奇怪，怎么这么冷？快看，真有东西出来了！有字，居然有字！尔等不知，落宝河不知源头。曾有人说其是大窑之外而来，所以其中最珍贵的不是宝物，而是一些文字记载。不是啊，我这是吹灭他运火，怎么可能真出好东西？师父教我时，法诀念错了。小友，你手里那物可否给我等看看？小子，别藏着了，赶紧拿出来！各位前辈，你们当真除了？废什么话！居安好，岁月不经数，今夕是何年？匆匆之间，10万年已过。晚辈不才，垂上情书一声，让诸位前辈见笑了。10万年光阴，不过这女子年岁之间，她到底何等修为？诸位，这情书3页，欣赏看。古龙，各位道友，我想饿了。我也是，若锦，我不觉得，我媳妇儿好香，味道应该不错，不错。不，你没病。所谓道侣，本就是应该拿来吃的。各位道友，你们道侣在吗？在，正好与我同行。既然如此，诸位驾过。爸爸，你带阿娘去哪儿了？夫君，落宝河在这里，你这是作甚？相公，你弄疼我了。停蜡烛，抱捆柴给我。用柴火炖的肉才香。以前钱元子在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干这个。有时候啊，遇到路边狗屎，也偷偷夹进去给他吃。狗粪，岂不是你也吃了？哎呀，你不懂我想要过的啥日子，哪记比较这些？要真被我那师傅发现了，让他一刀剁了，说不定中解脱呢。我等饿了，你们也想来分一杯羹？李15，你以后还要找道侣吗？哼，找那干甚？女会影响我挥刀砍师傅的速度。不过他们应该味道不错，有理。我也想看我家几个老头的，你以前挺吗？教教我。嘿，那我道行老深了。诸位，水已沸，刀已立，所以开始吧！杀！简直胡闹！我等大野之民见过星官大人。皇城境内数百大朽，竟是聚众17。哼哼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岂不是天大笑话？星官大人，您回来了。别人杀妻，倒有正道这么个冠冕堂皇借口，可你们呢？这个口口顶嫁的可真出息。星官大人，我等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就是看了封情书后控制不住自己啊。情书给我看看。哦，好。好幸福17情书啊，大概是有一位女子心思真够歹毒的。大人，
底怎么回事？而后来，他就送上了这么封书信，并在上面施了术。这个术我不知道名字，但是你们已然体验过了，自不用我多言。这封信其存在不知多少年，可至今仍有这般威力，饶是我替你们解开都不轻松。至于信中成为男主人公，他的结局可想而知，恐怕不是一个惨字可以描述的。哪里来的？回大人，是这个李十五从落宝河中掉出来的。回大人，不只是他，还有挂宗小子在旁施术，吹灭他头顶运火，才弄出这么个玩意儿，还请大人严惩。唐城境内落宝河畔，数百男修心生淫相，无情无义，竟欲做那休妻另结新欢之事。此等关头，又是我15道君现身，不计个人荣辱，以血肉之躯潜入落宝河咒中，寻得人生上古情书。书中字字情深，句句恩爱，终将数百淫修打动，与其重归于好，爱意如初。事了，唯我15道君淡然一笑，一步染尘。